陆大律师，听说经你手的案子从无败绩，我想请你给我做个无罪的辨认。200万。什么案子啊？哦，强奸案。你知不知道我为你这样的人渣辩护，会有损我的名声啊？像你这样的诉官，也在意这些？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啊，得加钱啊。没问题。现在宣告，本案判决如下：根据被告辩护律师提供的最新辩护材料证明，原告最初提出的被告强奸一事，法律不予达成，双方系自愿行为，被告当庭无罪释放。这个人渣，明明强奸了我的女儿，你为什么要帮他脱罪？维护委托人的最高权益，只是我作为律师的基本职责。你颠倒黑白，你没有良心，你迟早要遭报应的。什么报应？不都是哄你们玩的？陆律师，你怎么了？回来人啊！他这是心梗，难道黑心律师真的遭报应了？嬷嬷，快醒醒，醒醒，嬷嬷！啊，这里是哪儿？我不是心梗了吗？我没死。近日，曾被各界瞩目的强奸案终于宣判，因原告证据不足，被告当庭无罪释放。备受争议的被告律师陆明却在结案后意外身亡。我竟然重生在了一个小孩身上。嬷嬷，刚才你把奶奶给吓死了。自从你妈妈入狱之后，奶奶就一块钱呢，你可不能出什么事儿啊！我妈妈入狱了。现在进行一审宣判，被告人高静杀人未遂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20年。父亲长期家暴，妈妈为了保护我，竟然被污蔑杀人，还被判了20年。173号。我的心好痛，这就是好人被冤枉的感觉吗？默默，你爸爸已经答应我了，只要我认罪，他就会给你一笔钱，让你下半辈子衣食无忧。不行，上辈子我是个泯灭良心的黑心律师，这辈子我要做一个好人。妈妈，我要为你翻案。你说什么？翻案？你这孩子可不能瞎说呀！你才8岁，怎么翻案？好孩子，咱们不上诉。你爸有钱有势，咱们孤儿寡母斗不过他的。可是妈妈，就算我们忍气吞声，我爸还是一样不会放过你。他是什么样的人，你和奶奶都比我清楚。就算这样，妈妈宁愿在牢里头受罪，也不想看到你在外面送命。妈妈，他能让你蒙冤被判20年，还有什么是不能的？你是我妈，你是被冤枉的，所以我不能躲，我要用法律救你出来。咱一个小民老百姓，无权无势的，你拿什么办法救你妈出来呢？找律师上诉翻案，当庭宣判我妈妈无罪释放。173号，你的律师来看你了。
默默，这是何律师，是你妈一审辩护律师。何磊，这个人我生前见过，虽然能力不行，但他心地善良，他能给我妈妈辩护，也不是完全没有胜算。你好，何律师你好，我想为我妈妈翻案，请问你能帮我吗？一审原告提供了完整的证据链，你的妈妈被顶格审判20年，理论上来讲，这是翻不了的铁案。可我认为，最终审判决下来之前，不存在真正的铁案。对不起，我已经尽力了。原告江云海在海城只手遮天，我能做的就是为你妈妈减刑。高女士，这是减刑的材料，3天后2审开庭，希望你提前做好准备。何律师，我妈妈是被冤枉的，她不需要减刑，她应该被无罪释放。小朋友，我知道你想帮助你妈妈，可江云海有钱有权，请的还是海城顶级的律师高阳，你们一老一少，恐怕反诉的几率为0。可被告是我妈妈，她是被冤枉的，我一定要救她，无论胜率是多少，我都要赢。好大的口气啊！儿子，刚才那顿打你是没长记性。江云海，你想干什么？妈，咱们是一家人，我来看看高静了。老婆，反省的怎么样了？知道错了吧？江云海，你这个畜生！还敢骂？看来你还是心里没数啊！以我的权势，只要我想，我随便都能找一个老婆。可我偏偏跟你，为什么？因为只有他会对你忍气吞声20年。臭小子，你懂个屁！要不是你妈不听话，我俩也不会闹到今天这个地步。日子过成这样，就是因为你太倔。竞争自从嫁给你，是任劳任怨呀。她哪点对不起你了？你把她送进监狱，哪点对不起我？高律师，告诉我。高女士，法院已经收到了你的上诉请求，并给我们送来了20个。看看，真是不知好歹呀，竟然偷偷上诉！你觉得你对得起我吗？不知好歹的明明是你，我妈妈没罪，她应该被无罪释放。连儿子都被你挑唆的跟我作对，小兔崽子，这么护着你妈呀？你是不是想跟他一起去坐牢？江云海，你别碰我儿子！我可以不碰他，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把这个认罪书抢。只要你认罪，我保证他的安全。但你要是不抢，我保证你这辈子都看不见他。得20年牢，我亲自接你出来，咱们还是夫妻。这件事情，你既不究。我有罪，我认。学乖了吗？不能认！小兔子，你捣什么乱？滚一边去！江海，你这是诱供。根据大夏法律第52条，你威逼利诱被告认罪，你应该被立刻判处监禁，剥夺出庭资格。小屁孩，你懂什么是法律吗？我们是在为你妈好，只要她认罪结案，对我们都好。你做梦！我妈没罪，什么都不用认。兔崽子，找死！你打啊！当众殴打当事人，罪加一等。你想快点去坐牢，成全你。好啊，好，兔崽子翅膀根硬了，敢跟你爹作对。张先生，既然被告不愿意认罪和解，那2天后的2审开庭，我们就让他现场付出法律代价。小兔崽子，就这么想护着你妈呀？2天后法庭见，到时候让我看看你能不能像今天这么顶险。你就是高静的一审律师，海城这么大，非接我家案子。高先生，为有冤的人伸冤，是我作为律师的职责。冤，跟我很冤。行，我记住你了。希望等以后再见的时候，你还能像今天这么硬气。何律师，你怎么了？默默，江云海在海城有权有势，
我们这么跟他硬碰硬，会不会遭到他的报复呀？你怕了？嬷嬷，你也知道，我就是个普通人，我有家庭，有老婆孩子，万一他拿我的家人威胁我，恐怕……何律师，我明白你的难处，但是整个海城只有你肯为我妈妈做辩护了。是啊，何律师，我找遍了海城整个律所，只有您肯接这个案子。你帮帮我们吧。所以何律师，你在我和妈妈眼里是唯一的希望。你是一个有良心的律师，你也不希望我妈妈被伸冤无门，是不是？我知道，我愿意继续为你妈妈辩护。时间到了，173号，走吧。妈妈，从现在开始，好好睡觉，好好吃饭，照顾好自己。还有开庭之前，什么都不要说，相信我，相信法律，我绝对不会让正义在你身上迟到，哪怕1秒钟。何律师，一审我妈妈被顶责宣判20年，是因为证据不足。接下来我要去收集证据，我一定要在2审让我妈妈无罪释放。江云海的恶行人尽皆知，只要有人肯为我们作证，不仅能帮我妈妈脱罪，还能把江云海送进监狱。嬷嬷，一审开庭之前，我已经找过这些邻居了，没人愿意趟这趟浑水。这栋楼里有这么多人，只要有一个肯为我们作证的，这个案子我们就赢了。哇，你怎么来了？你的伤好了吗？我没事了，王婶。那真是太好了。江云海就是个畜生，虎毒尚且不食子了。这么说，您看见当晚发生的事了？当然啦，那天晚上那么大的动静，谁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太好了，王婶，2天后我妈妈2审开庭，你能替我妈妈做无罪证明吗？什么？出庭作证？不行不行，我眼瞎耳聋，什么都没看见。可是您刚刚明明说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妈妈呢是正当防卫，她是被诬告入狱的。默默，就是知道了又能怎样？别说了，你走吧。啊！江先生，按照你的吩咐，我把他们都打发走了。不错，王婶，还是你拎得清。是，你放心，我的嘴巴严实得很，不敢真跟你作对的。你放心，等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我一定安排你孙子上全市最好的小学。但在此期间，把嘴巴给我闭严实了。啊，是。老张，谁呀？老张回家了。默默，淑芬，怎么是你们啊？张大爷，你能出庭替我妈妈做无罪证明吗？不是我不帮你们，您爸爸他有钱有势，我们这些普通人确实是惹不起。好了，你们走吧，以后不要来了。老张，我儿媳妇平时待你不薄啊，可是被冤枉了，你就帮忙啊。我知道他是被冤枉了，可是比起来给他伸冤，你们活着才更重要。老张，默默，李叔都听见你们说的话了，但你知道我老婆心脏不好，我可不想惹祸上身，你们还是去找别人吧。找别人。哎，走。你看怎么办呢？你看这50多户人家，现在目前没有一户肯出来为我们出庭作证的。嬷嬷，如果我们2审开庭之前还是没有人证的话，我们翻案的几率几乎为零。我就知道他们靠不住，人嘴2张皮，今天说东，明天就不说西，所以我要的是赖不掉的铁证。何律师，跟我走，我带你去准备新的证据。2审材料说你进，
好。默默，2审的所有材料都已经在这里。辛苦你了，以后律师。这些材料真的够你们翻案的？当然，这些材料足够证明我妈妈无罪。这个案子我们一定能赢。默默，2审的所有资料都在这里。你早点回去休息，准备明天2审开庭。好的，默默，你也早点休息。何律师，这么着急去哪儿？江先生，你怎么在这里？没事，我就是想请何律师喝喝茶，顺便聊聊我妻子高静杀夫未遂的案。带走。你们要干什么？你们干什么？放了我！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非法拘禁！你知道高静为什么会被顶格审判2审？还不是你买通了所有的证人，没人愿意为他出庭作证。知道你还敢给他辩护？我是律师，为他辩护是我作为律师的职责。好一个律师的职责！这些就是你跟我儿子收集的证据。你干什么？住手！这么喜欢打抱不平吗？瞧你吓的，这次是假的，2审开庭你要敢出现，这玩意儿就变成真的了。何大律师，你是个聪明的人，那娘们怎么进去的，你就会怎么进去。2审开庭，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吗？备受关注的高静杀夫案今日2审开庭，本次开庭将采用直播的形式。现在距离开庭只剩1小时了，本台记者将为您持续报道。江先生，有网友称您长期家暴高静女士，为了保护孩子，当晚高静女士才推你下去的，这个情况是否属实？这是诬陷。明明受伤的是我啊！高静把我打成这样，网友们却说都是我的错。既然法院已经顶格审判高静有期徒刑2审，说明他就是杀人犯，这是毋庸置疑的。江月海，你这个畜生，你还有没有人心呀？静静嫁到咱们家之后，当牛做马，任劳任怨，你可倒好，吃喝嫖赌，打孙子，骂媳妇儿，没过过一天的消停日子。现在倒好，你让诬陷静静说是故意伤害你，你还有没有一点人性啊？妈，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我才是您亲儿子呀！你是奶奶，别跟他们说了，我们走。孩子，我是你爸爸，我告诉你，我就是怕他把你教坏，所以我才把你妈妈送进监狱的。该进监狱的人明明是你，你这个打老婆孩子的人渣！你们都看到了吗？这就是高静教唆的。我妈跟我儿子现在根本不认我。这高静真可怜，不老老实实在家带孩子，还出来挑唆。江先生多可怜的人，他竟然还想要人家的命！你们可不能这么说呀！我那儿媳妇可没有做一丁点对不起他的事儿，你们不能这样污蔑他的。奶奶，真相自会大白，不用跟他们解释。小朋友，今日2审开庭，你们作为被告家属，是否有准备新的材料和证据？没有。既然没有准备新的材料和证据，你们凭什么要求上诉，还要求法院改判？凭她是我妈妈，她是被冤枉的，就算只有1/1000的胜率，我都要抗争到底。马上开庭了，进去。小屁孩，别挣扎！你妈要杀你爸，这是体面，你连新证据都没有，你根本翻不了案。
孩子，爸爸知道你想救妈妈，但法律就是法律，容不得你胡闹。你说的对，法律就是法律，法律和正义的天平不会偏向罪恶，永远不会。干什么你？妈，咱们毕竟是一家人，你不会真想看着我妻离子散吧？你还想伤害我的孙子？怎么会呢？默默他还小，不懂是非，说话没轻重，但您一定要提醒他，待会儿开庭千万别乱说话。你们两个把我妈带进去，不许她上庭。你放开我奶奶！江云海大庭广众之下，你竟敢拖拽当事人！江总，现在舆论还是向着马上就要开庭了，别把事情闹大。妈，既然你这么想上庭，我就给你这个机会。但如果待会瞎说，是什么下场，您清楚。奶奶，你别管他，他不敢把我们怎么样了，而且从今往后，他再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了。小兔兔崽子，早知道当初就应该把他打死，起码永远不会说话。江总放心，他也就是现在说说的嘛。他一个小屁孩带着个老太婆，还能翻案不成？这案子他们输定了。我到底该不该出庭为高景做无罪辩护？何律师，你在我和妈妈眼里是唯一的希望，你是一个有良心的律师。这次是但是2审开庭，你要是出现，这回就变成真的了。不管了，既然我选择了做律师，那就不能对冤情装聋作哑。高大律师，看来上次的教训你是没记住。江云海，你想干嘛？带走。放开我！救命啊！放开我！准备就绪，我的好老婆，你就准备牢底坐穿吧。为维护法庭纪律，保持对法庭的严肃，现在宣读以下法庭纪律。这都要开庭了，这何律师怎么还没到啊？不会出什么事了吧？奶奶，你放心，何律师一定会过来给我妈妈做无罪辩护的。现在有请审判长入庭。高静杀夫案由审判员秦昊天担任审判长。现在2审开庭，带被告人高静入场。静静，默默，妈妈别怕，你是无辜的，你一定会被无罪释放的。现在确认高静杀夫案原被告相关人员、原告及其辩护律师，确认到场。被告及其辩护律师。怎么没来啊？被告律师迟到了。被告辩护律师是否到场？审判长，何律师应该在路上，快到了。什么叫快？任何一个专业律师都不应该犯开庭迟到的等级情况。我看呀，他就是不敢来了。你们呀，就直接定罪。你做梦！审判长，高静杀夫案已经引起广泛关注，性质特殊，我方申请延长辩护律师到场时间。审判长，既然我儿子不死心，那请您宽限他5分钟吧。毕竟我跟他妈妈夫妻一场，即便是送他去坐牢，也得让他心服口服。原告诉求合理，现在给予被告律师最后5分钟时间。若时间结束，被告律师仍未到场，则维持1审，判处高静有期徒刑20年。倒计时5分钟。江嬷嬷，你看你爸爸对你多好，要不是他向审判长求情，你妈现在就已经坐牢了。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如果没有他，我妈妈根本不会站在被告台上？你妈她罪有应得，她故意杀人，她活该坐牢。
4分钟。我妈妈是无罪的。好，你妈无罪，你还是先关心一下你的律师什么时候能到。5分钟一到，你的律师要是再不，你妈真该乖乖走。哦，不对，现在时间就剩下2分钟。嬷嬷，这可怎么办呢？没事的，奶奶，还有时间，再等等。怎么回事？何律师怎么还不来？别挣扎了，有我在，你的何大律师不会来。默默，妈妈认了，咱们孤儿寡母，就算请了律师，也告不赢你爸。不到最后一刻，我不会放弃。妈妈，你也不要放弃。还有1分钟。没时间了，小屁孩，你妈这牢是坐定了。儿子，爸爸已经帮你争取机会了，是你自己找的律师不靠谱，才导致你妈妈坐牢。你可千万不能恨爸爸呀！如果何律师真的来不了，那就只能……倒计时3秒钟，3、2、1，时间到了，被告辩护律师，被告辩护律师到。何律师，怎么是你？你怎么成这样了？别打我，我错了，别打我。谁打你的？藐视法庭，把他们给我抓起来！默默，对不起，这个案子我不能再替你妈妈辩护了。是有人威胁你，是不是？不，没有，都是我自己删的，没有人威胁。默默，律师费我1分钱不要，能有多远我走多远。对不起。我劝你别再杠了，认罪吧，你斗不过他。是你威胁的？小屁孩，说话要讲证据。你哪只眼睛看见你爸威胁他？你这是诽谤！儿子，这是法庭，在家里你随便胡闹，爸爸都可以忍着，但在这儿要是诽谤别人是要坐牢的。默默，听话，咱们不告了。何律师说的对，我们斗不过你爸爸。奶奶，我知道这事很危险，但是如果我现在退出的话，我妈妈就真的没人救了。她是我的妈妈，我怎么能丢下她呢？审判长，我申请当庭联系新的律师。审判长，我申请联系新的律师。现在已经开庭，按流程，相关人员不得变更律师。可是，没关系，审判长，我方愿意再给被告一个机会，让他现场联系律师。是审判长，他毕竟是我的儿子，还是个小孩子，我作为父亲，也不想过多跟他计较。放心，我作为你的丈夫，默默的父亲，我打心眼里还是爱你，爱这个家。这江先生人也太好了，他把老婆故意谋杀他，还让所有人等着在现场找律师。不愧是海城著名的慈善家，就冲他这爱妻如命的行为，怎么可能像热搜说的那样诬告自己的老婆？既然如此，被告家属请现场联系你们的律师。谢谢审判长。您好，我是高静杀夫案的当事人，请问您可以出庭替我妈妈做无罪辩护吗？什么高静杀夫案？接不了。您好，我是高静杀夫案的家属。你们还是找别人吧。高静就该趁早认罪。态度良好，还能争取宽大处理，别想不开，非要跟江云海作对。小屁孩，实话告诉你吧，在海城没有我的允许，没有一个律师敢为你辩护，这就是我海城顶级律师的自信，懂吗？
默默，算妈妈求你了，咱不告了成吗？妈妈认罪，你和奶奶快回家吧。妈妈，你不能认。既然真的没有人肯为妈妈做辩护，那就只能……已经开庭10分钟，被告律师仍未到达现场，视为放弃辩护。现在宣读法庭判读结果。等一下，审判长，为了保持对法庭的尊重，请再给我1分钟。叶海，你有完没完？刚才陪你等律师要5分钟，现在又要1分钟，你当法庭是你家菜市场？默默，你去哪儿？审判长，原告家属已经离席放弃上诉，请您直接宣判结果吧。鉴于被告律师在规定时间内仍未到场，本庭对高静杀夫案作出以下判决。慢着！慢着！被告律师到。被告律师江默默申请为被告高静女士做无罪辩护。8岁小孩化身辩护律师，替你申冤，为他翻案。这一家人也太热闹了吧！妻子杀父未遂，孩子为凶手母亲辩护，说他无罪。小兔崽子，这儿是法庭，不是你玩过家家的地方。下去。默默，爸爸已经很惯着你了，你干嘛非要铁了心的替你妈妈说话？我为什么不能替我妈妈辩护？你妈是杀人犯，她就该受到法律的制裁。我已经强调过很多遍了，我妈妈根本没有杀人，她是无罪的。肃静，坐下。好，就算你狗屁不通，非要替你妈狡辩，你是她的亲生儿子，在法律上你就没有资格站在这辩护席上。大夏法律第270卷明文规定，无法为自身辩护的情况下，可申请其家属代为辩护。我身为高女士的直系亲属，是本案唯一的最重要目击证人，我就是最合法、最合适的辩护人。你还反过来教我法律？等你成年再3年前轰动全海城的孤儿院冤案，你还记得吗？这个案子我知道，原告律师就是我呀，被告律师是绿界阎王陆明，当时的当事人也是未成年。当时你就是以年龄为由质疑被告当事人的开庭资格，最终陆明以陪审席全票通过，推翻了所有不公的指控。对呀，那个案子甚至推动了律法修改，让未成年人也拥有辩护资格。那这么说起来，这8岁的小孩还真有资格站在辩护席上为他妈妈申冤。从前高律师仗着资历深，瞧不起其他律师，没想到今天让一个8岁小孩给叫了。你少拿陆明压我，陆明是陆明，你是你，你少拿陆明的言论往你脸上贴金。那我们就来谈谈我想请问在座的各位，如果是你们亲眼目睹自己的妈妈被伤害，事后施暴者对她泼脏水，诬陷她坐20年的牢，你们会怎么做？是躲在角落里哭，还是像我一样站出来替她发声，用你们全部的知识和力量替她讨回公道？所以诸位，我现在有资格替我妈妈做无罪辩护吗？没有人回答我这个问题吗？谁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妈妈被诬陷坐牢呢？换成我，得和他拼命。如果法律连给一个孩子为自己母亲发声的机会都不给，那他还谈什么公平？没想到这小屁孩还是个煽动情绪的高手。那你还等什么？你看不见现在舆论已经不向着我了，赶紧让这个小兔崽子闭嘴，不能让他有资格给被告辩护。肃静。江某，你想靠引导舆论申请辩护，
可这儿是法庭，不是菜市场。法庭讲的是事实，事实是被告人要杀我，还是因为我儿子对我恶意之后？如果母亲为了保护孩子推开施暴者是杀人，那我请问，一个丈夫对一个妻子长达10多年的拳脚相向又是什么？是多次谋杀未遂吗？一派胡言！你有什么资格质问？审判长，这个小屁孩胡搅蛮缠，扰乱法庭秩序，我建议驳回他的申请，把他立刻清除法庭。如果一个孩子提出要为母亲辩护，就要被法庭驱逐，那法庭的公平何在？正义何在？说得对，一个孩子能为妈妈做到这个份上，实在是了不起。我赞成给他这个机会，为你辩护。我也赞成。你们赞成。我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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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成。全场共计65人，65票赞成，0票反对。审判长，既然全场表决请愿，本庭决定准许江默默作为高静杀夫案的关键证人，为其母亲行使辩护权。感谢审判长，感谢公平和正义。这绝对是海城律界里程碑式的大新闻！8岁男孩化身大律师，为母辩护。妈妈别怕，今天我一定能帮你翻案。默默，你要保护好自己，这些妈妈都已经习惯了，怎样都没关系。妈妈，就是我看见你是怎么样习惯的，所以我才一定要站在这里，我要让他们欠你的公平，欠你的清白，全部还回来。好，现在被告律师既然已经到齐，我宣布高静杀夫案2审正式开庭。好，小屁孩，既然你一意孤行，非要坐在这辩护席，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首先，请原告阐述诉求，你是否维持1审诉求？不，我改主意了。我申请被告高静女士有期徒刑20年改为无期徒刑。高静杀夫案1审判了20年已经够重了，还要加刑。原告这是铁了心要让被告牢底坐穿呀！变更指控需要提供新的证据和法律支持。我早就准备好了。诸位，请看。这也太残忍了！这得是多大的仇，才能对自己丈夫做成这个地步？诸位看了这一个个触目惊心的证据，可以想一想，我的当事人在案发当晚究竟受到了多大的打击和非人的折磨？各位，你们现在还同情这对杀人犯母子？下手真狠！高静这是铁了心要她丈夫的命。高静这哪是对待自己老公的态度，这分明是对待仇人呀！这种程度的杀，可不是夫妻俩吵架拌嘴所导致的，因此高静就是故意杀人。只凭几张伤情图片就想证明我妈妈是故意杀人？是的，请原告对你的证据进一步补充。好，那再看这段录像，受害者家里的监控清晰地显示，是被告高静将自己的丈夫，也就是原告江英海先生推倒在地。这真是高静推的。可我刚刚同情这对母子，没想到啊，高静背地竟是这么狠毒的人。有视频为证，证据确凿，高静杀夫就是事实。原告，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我自从娶了高静以后，每天好吃好喝的供着她，我从来不敢惹她生气。直到那天，我想让她帮我去管一下孩子，她就把我推倒在地要杀了我。你撒谎，事实根本不是这样的。证据已经摆在面前了，就是你妈要杀你爸，你还想耍牌？江云海是海城有名的慈善家，他每年捐出来的善款都救助无数的家庭了。这样的大善人怎么可能会说谎啊？我看呢，
就是他老婆身在福中不知福，日子过得太好，惯了。高进他老婆对他这么好，他竟然杀他老公，真是白眼狼。所以被告，我想问问你为什么要杀严峰？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是一个不懂感恩、恬不知耻的人？只要你对你的老公稍有不满，就要把他杀了泄愤。这女人激动了，想说什么？我妈妈说江云海在撒谎，她表面上看着光鲜亮丽，实际上他是个吃喝嫖赌、无恶不作的家暴犯。难道说是高静不忍江云海家暴，才故而起的杀心？那这样说的话，高静也不是不可以原谅，毕竟事出有因嘛。我早就知道你们会这么狡辩，家暴就是高静结婚10几年来隐瞒杀心的借口。既然大家说到了家暴这个问题，我不得不承认，我们家确实有暴力行为，但我才是那个被打的。你们只看到了我老婆现在想杀我，但在此之前，她对我一直都是无休无止的殴打。啊！女人家暴男人！江云海，你睁开眼看看，我妈妈这么瘦小一个人，怎么家暴一个大男人？你妈都想杀了你，这对一个杀人犯来说又算得了什么？我再说一遍，我妈不是杀人犯，况且男女力量悬殊，这是常识。女性长期家暴男性，理论上根本不成立。说的什么话？家暴男人就不是家暴？对，他还跟我说老婆家暴老公是很正常的事情，让我忍着别反抗。诸位，我才是受害者。这孩子明显在为他妈妈掩盖事实真相，小小年纪就学会撒谎，真是恶毒。不要说我儿子，他也是被他妈给误导了，才会在法庭上跟我对着干。怪不得江云海坚持主张把他妈送进监狱，这样的妈教出来的孩子，出来也是少了渣子。江先生到现在还替着小屁孩说话，个小白眼狼却一直向着他妈，根本不管他爸的死活。法律就该严惩这个毒妇，重判他！重判他！必须重判他！肃静，肃静！江某啊，我的证据已经提交完了，现在人证物证俱在，又是民心所向，证据链闭环，这案子你怎么翻？你怎么答应我？我对打败你没有兴趣，我只是想还原事实。被告律师，请现在开始你的辩诉。审判长，我申请公开我的证据，只凭这些就能把原告刚才所有的指控全部推翻。审判长，现在事实已经很清晰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听被告辩解，应该维持原判，判高静无期徒刑。就是，高先生拿出来证据足够坐实被告杀人未遂的事实的。这小孩不管拿出来什么都没有用，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法庭赶紧判了吧。肃静，申请无效。根据流程，法院必须阅读被告提供的证据。在阅读被告证据之前，本案重述高静杀夫案一审判决。被告人高静杀人未遂，判有期徒刑20年，现原告更改诉求，对被告加刑至无期。被告辩护律师，如果接下来你不能提供颠覆性证据和相关法律依据，本庭将考虑原告的诉求。好的，审判长。我方第一轮提交证据就是来自案发当晚人证亲口陈述，这位人证就是我的奶奶。奶奶，请你到人证席来。我反对，他又是一个连儿子儿媳都分不清的老婆，他能提供什么证据？原告律师，注意你的措辞和立场。刚才你的这些发言只是你的主观立场，并不代表客观事实。被告证人，请开始你的发言。奶奶，案发当晚你亲眼目睹了全部过程，只要你把看到的事情全部说出来就行了。妈，你还记得我开庭之前跟你说过什么吗？我可是你的亲儿子，你也不想看到我走投无路，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吧？不会。
江云海，她是你的妈，你怎么能这样对她说话？奶奶别怕，只要你说出真相，这个案子我们一定能翻案。老奶奶，注意你的言辞，你但凡说错什么话，你跟你的孙子都要负法律责任。妈，前两天您说您胳膊疼，现在好些了吗？好了，那我就放心了。以后多注意点，别万一又得罪了某个人，新伤别旧伤了。不会的，都不会。默默，不是奶奶为救你妈妈，可你爸这个畜生，他已经毁了我们2代人了，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在被伤害。奶奶，有我在，您不用担心，只要你说出真相，就可以帮我妈妈翻案，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欺负我们了。您看你，上庭之前也不好好整理一下衣服。默默，你爸爸的秉性你是……陈班长，江海，动手！谁看见？妈，您自己说，我动手了吗？没有。臭小子，看到了吧？你的人证根本就不可能跟你作证。默默，对不起。没事，奶奶，这不怪你。江嬷嬷，你现在知道从我手里赢一场案子有多么不容易，别挣扎。你如果没有关键性的证据，你败诉地狱。谁说我拿不出证据的？审判长，我申请公开第2轮证据。还来，儿子，你怎么就这么倔？你这个脾气还真是随了你妈了。但是你不想像你妈妈一样现实教育，你这小胳膊小腿儿又说你要干什么？江云海，你要对我儿子做什么？你看，妈妈多懂事，因为她知道你继续胡闹下去会是什么后果。来，让她说给你听。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放水啊！妈妈，你放心，他不敢把我怎么样。高进啊，好好劝劝你这儿子，他为了给你伸冤，你就疯了。孩子做事情不知道后果，你大人心里没数吗？默默，咱们别告了，妈妈认罪，妈妈不能再连累你了。妈妈，你不能认。江云海越是想掩盖事实，我就越不能低头。你被他欺负，我是见证人，我一定会帮你讨回公道。默默，公道离妈妈太远了，妈妈只有你了。江云海已经毁了妈妈的人生，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把你的人生也给毁了。妈妈，你的人生还没有被毁，你还有我就是你余下的人生。如果一个儿子连自己的母亲都保护不了，那他根本不配为人。看来你还是没听懂你妈说什么，你也不会明白妈妈为什么会这样。我妈妈遭遇到的一切不幸，都是因为遇到你这个人渣。我不想听你信口雌黄，我今天一定要让你亲眼看着我妈妈被当庭无罪释放。现在开始新一轮取证，被告律师，请提交你的第2轮证据。第2轮证据就是我。孩子身上这么多伤，淤血、烫伤、划痕，这都是人为的，这也太残忍了吧！这伤口绝对不是同一天造成的，这孩子曾经到底经历过什么？这个是江云海3个月前输了钱打的，这个是江云海2个月前喝醉酒拿烟头烫的，这个以及这个分别是他5月10号、6月15号和7月8号打的。这个却是7月10号那天晚上他拿大棍子敲的。审判长，这就是我要提交的第2轮证据。当晚如果不是我妈妈护着我，此刻应该是我的妈妈带着我的尸体站在这儿。江云海，
就是个畜生！现在他还向你们无声的供述。审判长，求您让我帮我儿子把衣服穿上吧，求求您了。可以了，孩子，法院已经收到了你的证据。当事人高静，江默默所述是否属实？原告江云海是否多次对江默默进行施暴行为，并在案发当晚再次对江默默进行施暴？是真的，他要杀了我儿子。如果你们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孩子要被打死，你们会怎么办？你们告诉我，除了避开他，我还能怎么办？被告只是个想保护孩子的母亲，他能有什么错呀？就是，哪个当妈的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儿子被打死？保护孩子天经地义，他怎么被判20年，还没被无罪释放？原来姓江的才是凶手，是他想杀儿子在先，还恶人先告状，真是个人渣。除此之外，江云海还打我妈妈，打我奶奶，我们3个从来没有得到过有效保护。我奶奶身上这些伤也是铁证，真是太可怜了。一家老小手无缚鸡之力，竟然遭受长期的虐待，连亲妈、老婆、孩子都打，他简直都不配活着。没想到江云海作为海城有名的慈善家，背地里竟是这么出整的人。更可气的是，他打了全家，还喊冤。都闭嘴！你们懂什么？这个小屁孩列举的证据跟本案没有一点关系。现在受理的是高静杀夫案，而不是高静被家暴。就算江先生真的殴打他，也不是他杀人的理由。原告辩解无效。考虑到3方关系，被告高静如果存在行为确实有其原因，那么本庭将从轻处理，或者宣布其无罪释放。被告律师，现在请你从述当晚发生的事实。当天晚上，江云海要拿奖杯砸死我，我妈妈冲过来保护我，不慎将江云海撞倒在地。所以审判长，我妈妈的行为根本就是正当防卫，她怎么可以被判有罪？被告阐述完毕，原告，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审判长，这个小屁孩说的根本就是片面的不实信息。既然如此，那么原告，请你重述一下当天晚上发生的事实，并且对被告身上的伤做出解释。好吧，事已至此，我也只能实话实说了。审判长，案发当晚，我儿子确实受伤了，但这不是我打的，都是高静，包括我妈妈身上的伤，也是他打的。哦对，这些就是高静对我的当事人又踹又打又咬的证据。她是真希望她老公死啊！江云海身上没有伤，我还是不太相信高静会这么做。江云海一个大男人，谁能欺负了他呀？就算被告身上伤痕累累，他跟我的当事人最多算夫妻互殴，才导致了孩子受伤。对，没错。7月10号当晚，高静想杀我，我刚想反抗，他就一下把我推在了地上。众所周知，互殴双方伤情最严重的责任最小，我的当事人头都破了，所以他不应该对当晚的事负任何责任。你确定要指控我妈妈案发当晚和江云海互殴？没错。那我请问原告，当天晚上你和我妈妈是怎么互殴的？默默，当时你妈拽着我往墙上扔，还用脚狠狠踹我的头，你当时就在现场看着。你是选择性忘记了吗？你确定他踹了你的头？难道爸爸在撒谎吗？还好提前做了伤，就算他们现场找来医生，也验不出真假。所以你觉得这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你说的互殴就是案发当晚的真相吗？这些都是不靠谱的事实，就像你身上的伤一样，你爸爸身上的伤也不可能作假。你妈是真想杀你爸，铁证如山，谁都顶不了。好，记住你这套说辞，等会儿千万别后悔。后悔？我有什么可后悔？该后悔的是你们吧。你妈本来是弱势群体，如果她在庭上表现良好，说不定有减刑的机会。但你们非要煽动舆论跟我作对，就别怪我心黑手狠。原告，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好吧，阐述完毕。被告
请你描述一下当天晚上发生的事实。原告所言，子虚乌有。我妈妈不可能对原告又踹又打。怎么不可能？高静他有手有脚的，他就是打了江先生，他还跳起来打。所以你一口咬定那晚就是我妈妈对我爸爸又踹又打，才导致他身上有多处伤痕。默默，当时你就在现场亲眼看着，你到底为什么要隐藏事实呢？因为我现在就要告诉几百万观众，那天晚上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审判长，我申请您旁边的书记员女士过来帮我一下。批准申请。请你扶一下我妈妈。审判长，我妈妈根本就没有腿，她怎么在当晚对江云海又踹又打？原告江云海的指控根本不成立，他就是在诬陷。切！高静都没有腿，她全靠假肢走路，这也太可怜了吧！他不能说话，受了委屈只能忍气吞声，现在连身体也是残缺的。高静到底经历了什么呀？刚才江云海口口声声说，案发当晚我妈对他又打又踹。江云海，你告诉我，你看我妈这个样子，她踹你这个指控，你还说得出口吗？江总，这怎么回事？为什么高静她说的是假肢啊？那娘们把自己坏了，她去医院自己磕的，我不知道。江云海，看着我的眼睛，回答我，那天晚上到底谁在犯罪，谁在施暴？问你呢？你是我的代理律师，他的问题你回答。被告身体残疾，这么重要的事，你开庭前为什么不跟我沟通？什么意思？你收了我的律师费，现在还赖上我了？原告及律师，请立刻回答我的问题。我的当事人表示有误，他误把互殴表示为了踹打。对，我刚才是口误，他没有踹我，但是他用别的方法对我进行了家暴。看来你丝毫没有悔改之心，对我妈妈没有一分一毫的愧疚。既然如此，我就用法律来审判你，让公平和正义告诉你谁对谁错。我想申请我妈妈坐回去，毕竟她身体不方便。申请批准。妈，对不起，当众揭你的伤疤，请原谅我。默默，妈妈不怪你，你只是想帮妈妈洗清冤屈，辛苦你了，都是妈妈不好，把你带到一个残缺的家庭，让你遭受了这么多不幸，不能像别的小朋友一样无忧无虑的玩耍。妈妈，你说什么呢？这辈子我最不后悔的事情就是成为你的孩子。他打你，他逍遥法外，你被打，你牢底坐穿，这不公平。想必大家一定很想知道我妈妈的腿是怎么没的吧？我现在就告诉你们。自我出生起，我妈妈就一直被江云海打骂。有一次，她在外面输了钱，回来对我妈妈大打出手，而我躲在门边。当时我妈妈冲过来让我回去，江云海以为她要逃跑，当场打断了她的腿。默默，别说了，妈妈求你别说了。这只是她20年黑暗生活的冰山一角。所有人都劝我不要站在这里，不要替我妈妈伸冤，但我怎么可能同意呢？审判长，迟到的正义根本就不叫正义，它顶多算个真相。我要迟到的真相干什么？我要的是好人被无罪释放，坏人被绳之以法。法律是为了让坏人犯罪的成本更高，而不是让好人付出的代价更大。说的太好，这孩子凭一己之力让局面走到这一步，已经很厉害了。江云海有点看到人的模样，被你铸成畜生，呸，人渣！原告，你还有什么要狡辩的吗？说话呀！我给了你天价律师费，你得保证我能赢。小朋友，我很佩服你的逻辑思维和辩护能力，但是你忽略了这个案子最重要的根本原因。
什么？你回避了你妈杀人的问题，不管她是出于什么目的，她都推倒了你爸，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所以她需要接受这个行为对她造成的惩罚。我再强调一遍，我妈妈根本就不是故意杀人，她是正当防卫。那只是你的主观臆断，就跟你刚才列举的证据一样。高静不管是什么原因将焦云海推倒在地，都不是你所谓的正当防卫。正当防卫在法律定义确实很，这样的定义往往需要大量的证据来佐证。很多人也是因为取证不足，为法庭审理带来很多困难。证据我早就准备好了，但是在提交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你又搞什么幺蛾子？审判长，对方律师和当事人坐错了位置，他们真正该坐的地方是被告席。什么？你妈杀人未遂的罪还没判，你倒先给我定起罪来。要我说，这江云海早该坐到被告席。他现在还能安然无恙的坐到这儿开庭，就已经是万幸了。像这样的人渣就应该千刀万剐。这是法院受理的传票和我方出示的上诉材料，现在我要当庭反告江云海。儿子，你这是在跟你亲爹作对啊！那又怎么样？法不会向不法低头。我要求法院审判这个案子，真正的罪人就是你。法院现在已经收到了材料，鉴于两案的关联性极强，本庭决定两案并审。你还愣着干什么？这兔崽子说什么是什么！我告诉你，这案子你要辩不赢，我可饶不了你。下面有请原告与被告交换位置。默默，你把你爸爸给告了，他会认罪吗？今天他不认也得认。高阳，我现在真成被告了，赶紧给我想办法。江总，现在是在法庭上，不管什么情况，我一定让你成为本案唯一的胜者。这兔崽子蹬皮子上脸，你把他一起给我送进去，从犯处理，跟我斗，简直自寻死路。双方位置互换完毕，现在重新开审。原告，请提出你的诉讼请求。我方第一个上诉请求，申请撤销一审对当事人有期徒刑20年的不实判决。不实判决？你的意思是法院判错了？对方辩护律师，法律可不会因为你是小孩而偏向你，你说的话要有法律依据。当然有法律依据，因为我妈妈在案发当晚的行为是正当防卫，可却被对方诬告为故意杀人，因此法庭应当宣布我母亲无罪释放。应该个屁！你在教审判长做事，你知不知道在法庭上信口雌黄的叫做伪证？你爹我心要是再狠一点，可以让你一起被判刑。默默，你要小心，你一定要保护好你自己。儿子，我知道你仗着自己年纪小，敢在法庭上胡言乱语，但是你污蔑亲爹我，也是一样要被送去坐牢的。我手里缺的从来不是证据，而且我100%确定，我手里的证据会让该被审判的人付出代价，而被冤枉的好人无罪释放。儿子，看见你这个样子，
爸爸真的好心痛啊！劝也劝了，机会也给了，既然这臭小子冥顽不灵，那就按照我说的办。行，都听你的。永绝后患。我要让他陪他妈一起牢底坐穿。原告律师，请继续陈述你的诉讼请求。审判长，我方第2轮上诉要求赔偿。赔偿？由于江云海的诬告陷害、颠倒黑白，导致我母亲高静女士被判有期徒刑20年，在此期间无故拘留，精神还受到了严重打击，因此我方要求被告江云海赔偿我母亲精神损失的各项费用，共计200万。什么？200万？你小子是来跟你爹我打官司的？你是来要饭的吧？你妈故意杀我，你要让我赔你们这帮人钱？江某某，你这个行为完全是敲诈勒索。你就这态度，这案子你也别想翻了。你爹我赢定了。各位，我江云海家门不幸，老婆要杀我，我儿子还偏要帮他这个妈，然后来向我这个受害者讹钱。我呸！当时你是怎么对待人家母子俩的？让你赔200万，那是便宜你。他一点都不亏，江默默还是小孩心软，这要换成我呀，起码500万。诸位，你们都被他们编的故事给骗了。我儿子就是要利用你们的同情心，造成舆论压力，好给他妈妈脱罪呀！这都是你的一面之词，你要不相信，拿出证据来啊！证据我们已经提交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江默默为他妈把他爸推倒在地这个行为做出法律解释，而不是无理的要求。我话还没说完呢，你急什么？正如你们之前所说，想靠舆论情绪去赢案子，就是痴人说梦。儿子，你妈妈是哑巴，又是残疾，她一个弱势群体，从量刑上会从轻处理的。但是你现在公开跟法院叫板，别说翻案，轻判都难。小屁孩，法庭不是你无理取闹的地方，你再这样可能会害了你自己。高律师，我考虑得很清楚。审判长，下面是我的第3个需求。江云海不仅要赔偿我妈妈精神损失费，而且他还必须公开道歉。当然，我知道你根本不明白自己错了，所以我替你写好忏悔书，我要你当众认罪忏悔。江默默，别太过分了！被告，现在还没有轮到你发言。如果你再继续大声喧哗，扰乱法庭，本庭将依法将你驱逐出庭。什么？怎么回事啊？审判长为什么不痛我说话？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要跟他打好招呼吗？是，但是这个审判长是出了名的廉洁，你想靠金钱，根本不可能。原告方，你的诉讼请求是否阐述完毕？完毕。那么被告，你对原告方的诉讼请求是否有异议？异议？我不仅有异议，我还要反复。我要求驳回原告所有无理的诉求。审判长，原告的论述根本就不属实，他对我的当事人造成了人格侮辱和名誉上的诽谤，因此我们要求赔偿50万。什么？你到底向着谁呀？他们父母有200万，你让我们要50万？我反对，我要求他们赔偿1000万。多少？1000万？说勒索谁勒索呀？江云海这是要把人往绝路上逼呀！肃静！现在双方诉讼完毕，进入举证环节，请原告方提交证据。默默，怎么办呀？刚才咱们的证据啊都已经提交上去了，现在这上哪儿去提供新的证据啊？妈，你要没证据就别陪他瞎胡闹了，他污蔑亲爹，坐实诬告。
他得陪他们一起去做。奶奶没事，我有应对办法。你有个屁！审判长，我要求先举证。申请无效，按流程应原告方先进行举证。审判长，既然被告这么想拿出证据认罪，我同意给他这个机会。默默，你怎么能让他们先提出证据呢？这不是给他一个先告状的机会吗？没事的，奶奶，不管他们用什么手段，结局都是注定的。江云海一定会被绳之以法。既然原告同意，被告方请拿出你的证据。好，审判长，我们的证据既不是文件，也不是人证，而是原告本身。被告叫原告给自己做证，这是逼着原告扇自己的脸啊！高阳真不愧是海城顶级律师，这一招虽然听起来荒谬，但还透露出点阴毒呢。高律师，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可能为你作证？高静，我只需要你亲口重述一遍事发当晚的经过，我只需要你还原，不需要过多的废话。妈妈，别怕，只要你讲出全部经历，胜诉的就只可能是我们。那天晚上，他喝得醉醺醺的回来，他先是打我。蜂蜜水呢？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每次喝完酒回来必须喝杯蜂蜜水解解。蜂蜜水呢？啊，对不起，老公，我现在去弄。行行行行，小反，我欠收拾。默默，他冲出来保护我。别打我妈妈！连你也敢啊！连你也敢对我这样！我今天就把你一起收拾！小兔崽子！没事吧你们？没事吧？妈，你快带着默默走，这件事跟你们无关。别犹豫了，快走啊！记住，这件事跟你们没关系，都是我一个人做的。高静，接到邻居举报，你涉嫌故意杀人，给回答。都是我干的，跟我婆婆和儿子没有关系，别抓他们。警察同志，你们误会了，我儿媳妇是正当防卫。你这些话，留着上法庭跟法官说吧。妈妈，我当时真的是害怕极了，他打我儿子的时候，我来不及想，我只知道我要保护我儿子，所以我冲过去推开了他。很好，高静刚才这段话基本上承认了他不是善人。这小屁孩再想反叛，可能审判长，刚才凶手高静已经亲口承认，他就是推了我，这难道不是故意杀人吗？他已经认罪了。这就是你所谓的证据？不然呢？不用再嘴硬了，无论你怎么狡辩，也改变不了他故意伤人的事实。我妈妈根本没有杀人。请问当事人高静女士，案发当晚，你是否对江云海先生实施了任何主观上的故意伤害？啊，当然没有，他要杀我儿子，我冲过去，只是想保护我儿子。这么多年，他一直打我，打孩子，打我的婆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还能怎么去保护他们。审判长，我没有其他问题了，现在请允许我开始我的法律解释。这是法庭对我母亲的一审判决，判处我母亲杀人未遂，有期徒刑20年。
这完全是误判。我今天就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彻底把他推翻。儿子，公然挑衅权威，可能会罪加一等啊！审判长，我母亲高静女士已经阐述过了，她的主观意识是保护孩子，而不是故意伤害。那又怎样？高静是一个完全有能力行动的一个成年人，她就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推人了就是推人了，不需要再狡辩。法律惩戒的是犯罪，不是行为。我母亲在她生命受到危险的情况下做出的任何行为都是正当防卫。是偷换概念。正当防卫在法律的边界上很模糊，这样的判决往往是要按照当时的情况和环境来定夺的。除非还原当场，否则很难判定。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你笃定没有视频就还原不了案发当晚，也因此无法判定我妈妈到底是正当防卫还是故意杀人，对吗？但你以为你这样就会得逞吗？根据大厦律法第730条，在本人生命安全遭遇威胁时，不得不采取紧急避险行为，不构成刑事犯罪。当然，我母亲就是目睹了我生命受到威胁，她唯一的行为就是推开施暴者，她的主观意图是救我，不是伤人，她的行为完全符合正当防卫。高静就是正当防卫，她根本无罪。可是正当防卫的边界很模糊，仅凭这一点就想翻案，感觉不太够啊。这可是顶级律师高阳啊，不可能因为这一点轻易放弃。杨宝宝，我很同情你的遭遇，但是我要遗憾的告诉你，你所谓的正当防卫，你以为审判长和在座的所有律师都没有想到吗？审判长，正如原告所说，只有在我的当事人对他儿子有伤害意图的情况下，高静推开他，这才算是正当防卫。我想请问原告，你怎么就判定我的当事人当时对你有伤害呢？对，没错，儿子，我那是关心。棍棒底下出孝子，试问世上哪个父母不会管自己的孩子呢？所以高静女士，你认为江云海在伤害你的儿子，那是不是你的主观脑补？由此可见，你和你儿子的指控完全是子虚乌有，不是正当防卫，就是故意杀人。不是这样的，他撒谎。默默，你爸这么说，咱们该怎么办呀？他是故意用这种方式威胁我们。当然了，我能理解作为一个母亲对于孩子的爱，那我呢？我作为他的父亲，难道我不爱他吗？没错，爱就能置法律于不顾吗？爱孩子就是蓄意伤人的挡箭牌吗？高静女士，你就是故意杀人，这项罪名必须惩处。高阳的意思是，除非高静能够证明江云海当时确实要伤害孩子，否则这个案子还翻不了了。可恶，居然让高阳和江云海赢了，那公平和正义那算什么？高静，你是否还有什么新的证据需要补充？审判长，他没证据，没证据敢上诉，没证据敢反咬我一口。高静，你跟你儿子无口啊，你们等着一起坐牢吧。默默，你们撤诉，认罪，妈妈不能再连累你了。默默，咱不告了，不告了，咱回家。不，这就是诡辩，他是在利用法律的漏洞。不管他是什么，妈妈求你，那个畜生会把你一起毁了的。原告律师，如果你不能提供相关的法律依据，我们将采取被告的意见，判处高静无期徒刑，并且就你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作出相应的处罚。我一定有办法。你看，你给我一些时间。别他妈时间，法庭是你家开的，拿不出证据，你就是诬告。原告证人到。原告证人王秀莲，原告证人李建国，原告证人张伟，原告证人到场，共计103人，全部到场。我们自愿为高静女士出庭作证，这是我
个杀人犯作证。嬷嬷，103人呐，是咱住那栋楼的几乎所有的老邻居，他们都愿意来给你妈妈作证。这回啊，你妈妈有救了。这么多人，江总，这怎么回事？说已经说服他们，没人会出庭作证的。我怎么知道？一帮笨丫头！侯律师，是你把他们请来的吗？不是的，之前我们去找这些邻居的时候，他们没有人肯出庭作证。当时我就已经打了退堂鼓。可当我刚才狼狈地走出法庭的时候，这些邻居们围上来，恳请我带他们出庭为你妈妈作证。没错，我们是自发为高静做无罪辩护的。他记得跟你说过什么吧？难道你孙子不想上市重点的小学了吗？他就是用这个条件威胁你，才不让你出庭作证的。默默，那天你来找我，江云海就在我家做，我是不敢为你出庭作证啊。审判长，江云海不仅倒打一耙，污蔑我母亲，还威胁证人，不让他们出庭作证。放屁！你哪只眼睛看见威胁他？你有证据吗？站在这里的103位证人都是证据。没错，江云海就是拿我老伴的命来威胁我。他说，如果我敢出庭为高静作证，他就要拔了我老伴的氧气管。我也是，江云海也说让我走夜路小心点，搞不好他就是要报复我。还有我身上的伤全是江云海打的，他还拿刀威胁我说，如果我还敢出庭，就让我付出血的代价。说句话呀！这么多人指控我，你这么大个律师，吃个粪！我也想，这么多人证，你要我怎么办？审判长，现在这么多人为我妈妈作证，法庭现在可以做无罪宣判了吧？现在进行高静杀夫案2审宣判，全体起立。原告江云海，被告高静。原告提出高静故意杀害丈夫江云海，法律条件不予达成。高静并未达成故意杀夫的犯罪事实，原告提出判处高静无期徒刑，诉求被驳回。被告高静无罪释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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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服。无罪释放，无罪释放。默默，我们赢了，我们赢了！我不服。你不服？你现在说这话也太早了。审判长，高静杀夫案已经宣布完毕，现在可以宣布江云海故意伤人案的判决结果了。狗小子，你说什么？现在人证证词都在，江云海，你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现在进行江云海故意伤害案1审判决，原告江默默，被告江云海。被告江云海涉嫌故意伤害罪、虐待罪等罪告，法律条件予以达成。江云海确实存在上述行为，判处江云海3年有期徒刑，缓期3月后执行。江云海当众对高静进行道歉，并赔偿其各项损失500万元。江云海当众对高静进行道歉，并赔偿其各项损失500万元。当众进行公开道歉，我还要赔偿他们500万。高阳，这就是你跟我说的这个案子稳赢了。错了，难道我真的错了？我被当成反面教材，被一个8岁小孩给教训了。妈妈，妈妈，我们赢了，我们赢了！默默，谢谢你，你是妈妈的骄傲。妈妈，江云海这个人渣终于被抓去坐牢了，以后再也没有人能欺负我们了。我要上诉，我要上诉！妈妈，今天我靠我自己的力量为你赢得新生，也是我的新生。我希望以后也能和你在一起，度过幸福平淡每一天。
妈妈，我们到家了。臭活你！我看你就是一天不打身上见了我。说话呀，说话！滚！再瞪一眼，老子挖了你的眼！妈妈，别怕，别怕，有我在，江云海那个畜生不会再回来了。江云海的故意伤害罪终于确凿了，他一定会被法律制裁，不会再有人伤害你了。我们自由了。对，默默说的对，他要被关进监狱，不会再出现了。默默，他真的会永远消失吗？妈妈，会的，有我在，江云海一定会从我们世界上永远消失。妈妈，我们的生活要重新开始了。首先，我们要清理掉江云海的东西。妈妈，你的腿不能久站，快坐下休息。我去给你做晚饭。默默，你哪会做饭？我来吧。妈，你就放心吧，我那手艺叫我一声大厨都不过分。可你什么时候会做饭了？哎呀妈，你儿子会做饭还不好吗？快去休息吧。哎呀妈，你儿子会做饭还不好吗？快去休息吧。可是你万一受伤，受什么伤？你就放心坐着吧。好久没这么平静过了。啊，好痛！默默，啊，默默，妈，你会说话了。妈，你的喉咙不是天生就哑。默默，你的手流血了。哎呀妈，我的手不碍事。你是不是嫁给江云海那个畜生以后才哑的？对。如果我没猜错，妈妈不能说话，是长期遭受家暴引起的创伤后遗症。妈妈内心对于江云海的不安一日不除，就永远活在过去的阴影下。怎么了，默默？妈，你想治好雅集吗？哪有人不想开口说话的？可我这喉咙都这么多年了，哪还有救呢？有救，妈，我能治好你。默默，你别哄妈妈了。你这么小，哪会治这个？我没开玩笑。妈妈，你不能说话，是因为得了创伤后遗症。创伤后遗症，这是一种心理疾病。还好上辈子我精通心理学，了解这种病的治疗办法。妈，你能相信我治好你吗？我相信。那就把一切交给我吧。不过，妈妈，我们可能暂时不能搬家了。可妈妈害怕继续住在这儿。我忘不掉江云海是怎么在这个房子里伤害你、伤害我的。妈妈，你相信我，我会让我的新生活代替过去的回忆。好，我相信默默。江默默，切，默默，妈，你能说话了。妈妈好了，真的好了。妈妈，我说过会让你彻底自由的。谢谢默默，你是上天给我的礼物。妈妈，你何尝不是命运给我的恩赐？
何律师，默默，何律师请进。好。高女士，何律师，高女士，你雅洁好了？是，我能说话了，是默默治好了我。默默治好的，默默，你真厉害。何律师，你今天来是？对了，3天后江云海故意伤害案开庭，我是来问一下高女士和默默，你们出庭吗？这次我们找来邻居们作证，证明江云海常年对我妈妈实施家暴，证据充分。这次开庭有把握把江云海送进监狱吗？有把握。这次我们共计103位证人，我就不相信江云海能威胁103个人撤销证词。何律师，我出庭。那我和妈妈一起。好，那我们3天之后法庭门口见。高女士，默默，我就先走了。这段时间要有什么事的话，我们随时保持联系。何律师，您慢走。妈妈，别担心了，有咱们103位证人在，江云海这次不可能逃脱法律的制裁。好，默默，我在此之前，我想先去感谢一下王婶和李叔他们，要不是他们这次出庭帮我，是该他们感谢一下。那我们走吧。滚滚滚，赶紧滚！干什么？回去告诉江云海，你们再怎么威胁我，我都要为小静出庭作证，她就是家暴，她就是犯重罪。你得罪我们江同事不会有好下场的。我呸！我们没有好下场，我倒要看看江云海都要进去了，还怎么让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没好下场？赶紧滚！高静，江总说了，你们都在那等着。哎，高静，你和默默你们2个咋来了？走走走，回家，走。来，坐坐坐，坐。王婶，王大姐，小静，你的喉咙好了？以后都能说话了。好，好，好，江云海进去了，你的喉咙好了，都好起来了。王大姐，谢谢你。小静，你这是做什么？你这令我受不起。来，坐坐坐坐。王大姐，您别这么说。怎么能不说呢？这些年江云海是怎么虐待你的，这街坊邻居啊都看在眼里。看你身上的伤，多心疼人呢！谁家没个姑娘，谁没当妈当爹，多好一个孩子，就因为摊上江云海那个畜生。刘默默遭了多少罪？上次你找我们出庭，江云海带一帮人挨家挨户的威胁，敢为你出庭作证，从此我们就没有好日子过，不敢招惹那恶霸，这附近的街坊邻居才没敢帮你。小静，默默，我对不住你们。王婶，别这么说，要不然你们这次出庭作证，妈妈根本不可能犯案，不可能将江云海绳之以法。王大姐，默默说的对，这次我要感谢你、张叔，还有李大爷，还有那些街坊邻居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哎呀，大妹子，你这是做什么？坐坐坐坐坐坐。王婶，刚才从你们家走的那个人，就是江云海找来威胁你们的。没错，不过你们放心，这次江云海别想再逼我们闭嘴，他能威胁我们1家、2家，难道他还能威胁我们103口人吗？又有重口，是他想赌就能赌的。小静，默默，还有3天就要开庭了吧？对，我看江云海的架势啊，不像是要善罢甘休的。他来我们这儿碰了壁，怕是要再找你们母子俩了。江云海，妈妈别担心，有我在，他什么也做不了。对对对，大妹子，这次可不是你一个人。好，3天后庭审，我要让他江云海为他犯下的所有罪行付出代价。妈妈的雅集，
断掉的腿，身上数不清的伤，这些账我都要在法庭跟他一笔一笔算清楚。江云海，你在我和妈妈身上挥拳留下的伤疤，都会成为送你进监狱的呈堂证供。小静，你们俩坐着，我去给你们弄点吃的。默默，你说我们真的能摆脱江云海，重新开始吗？妈妈，可以的，相信王婶、李叔，所有为你出庭作证的人，相信我，相信法律。3天后庭审结束，江云海会被送进监狱，我们会开启新的生活，重新开始。怎么回事？默默，是不是江云海回来了？哟，这哑巴老婆会说话了。好久不见啊，儿子，是你把你妈的失忆症给治好。江云海，给我出我家！儿子，你是不是搞错了？这是我家，我回我家有错吗？3天后就是检察院对你家暴致重伤案的庭审，现在你这取保候审期间违规监视5遍后，是让我现在就向法院申请撤销取保候审，让公安对你的一直逮捕。我今天能出来，不怕你危险。江云海，你离我儿子远一点！你不敢打我！江云海，今天要是敢动我妈，不用等3天后开庭，今天我就送你进去。江默默，你身体里流着老子的血，你敢威胁？可惜了，你选择不了受审。你跟你妈不就是想把我送进去，让你摆脱我吗？我告诉你，默，江云海，你要是敢动我儿子一下，我就……你就怎么着？再把我推倒。江先生，3天后就要开庭了，不用继续审审，咱们直接谈正事。哎，也是，有点收拾人这样这事情。江云海，做梦！我最后说一遍，滚出去！滚出去！放开我！江云海，放开我吧！蛋！我跟你妈说完该说的，自然会放开。江云海，你这个畜生，你放开我！放开我！高阳，还我手机。我不能让你报警。江先生，你来这取保候审，我来跟江夫人说。妈妈，你没事吧？没事。江夫人，进一步说话。没什么好说的，滚出去！江夫人，我建议这话你还是听听吧，对你、对默默都有好处。好。妈，算吃相。默默，妈妈要保护你。江海，放开我！小兔崽子，手找打！兔崽子，你敢咬我！江海，我妈今天要是出一丁点事儿，跟你没完！你要说什么？江夫人，我希望你撤诉，放弃对江先生的控告。如果你叫我来是为了说这些话，那你接下来的话也就没必要再说了。江夫人如果不撤诉，我很难保证您儿子的生命安全。你们敢动我儿子？江先生敢不敢？江夫人，您不是最清楚。不，3天后庭审就会把江云海送进监狱，只要他进去了，就没人能再动我儿子了。江夫人，您是不是忘了您丈夫的身份？他是云城富商，就算他进去了，他也有各种办法搞得你和儿子的生活鸡犬不宁。不，你说这些就是为了让我撤诉。就算3天后庭审你胜诉了，最多是家暴致重伤。以我们手里这些材料，江先生最多判3年。这3年，你和儿子能过几天安宁日子？3年之后呢？3年后，你以为你靠你手里那103个人证
能判江先生什么重罪。江夫人，您不妨看看这个。精神分裂症，江云海不，江云海他根本就没有精神分裂症。可这报告上写的清清楚楚，江云海患有精神分裂症。您对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提起诉讼，江夫人，您可没几分胜算。骗我！可江先生有病历做证据，江夫人，您有什么证据？我有103位证人，靠他们远远不够。江夫人，撤诉吧。以你手里的证据，远远不能把江先生送进监狱。要证据？好，全身上下都是证据。你介绍这个是江云海拿菜刀砍的，再看这个是江云海拿烧火的菜刀烫的。要证据，这个还有这个，这些够不够？我之前成了哑巴，不能说话，是被江云海打出来的创伤后遗症。我哑了整整10年，10年，人一辈子能有几个10年？还有我这条腿，也是他打断的。我这辈子都不能跑，不能跳，不能陪着我的儿子默默走更长更远的路，我的人生都被他给毁了。高阳，高律师，我这浑身上下的证据，凭什么不能把他送进监狱？凭什么？经鉴定，江云海先生患有精神分裂症，所以他在家暴时并不知道严重性。他对你实施伤害时因并发而不可自控，所以江先生不负任何刑事。您这满身数不清的证据，不像。我不信，我不信！如果真的无效，江云海怎么会让你来找我？你为什么会要求我撤诉？因为虽然这场判决对江先生不会构成任何影响，但是在社会层面会影响江先生的社会形象。江先生看待你们夫妻一场的情面上，让我来告诉你，不要做一些无谓的挣扎，浪费一些没有用的时间。江夫人签了这份撤诉申请书，将会向法院正式提起撤诉，对你们2人都好。签了这份申请书后，江先生不会追究你对他社会层面任何影响。撤诉？哦，对，您只要签了这份撤诉申请书，江先生还会额外给你和江默默100万。100万就想蒙我？这100万对其他人来说可能不多，但对江女士来说，这可是一笔巨款。毕竟您现在是个残疾人，没有任何的生活生存能力，哪怕10年、20年，您也赚不够这100万。更何况您还有个孩子要养，100万对您来说，你赚了。赚了，我赚了。高阳，江云海，让我撤诉。做梦！高进就是死，要把江云海送进监狱。失败了就20，20失败了就30，要让江云海让他这辈子所做的恶行付出代价。江夫人，您这行为是要毁了默默的一生啊！没有一个孩子愿意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环境里吧？江夫人觉得，您如果一直告江先生骚扰他会放过你。毕竟江先生的手段，江夫人您最清楚，不是吗？如果您执意要告江先生，你猜他会怎么报复？江夫人最近发现没，家附近周围多了很多人。江云海他派人围在这里，这些人从上次直播庭审结束后就一直在。江女士如果不撤诉，您儿子在放学路上，万一磕着碰着，你说您找谁说理去？
是不是？江夫人，做事不能只考虑自己，也要多为默默考虑，不是吗？为了您儿子的安全，签了这份撤诉申请书，撤回对江先生的控告吧。哦，对了，江夫人，开庭前江先生要看到签了字的申请书，否则你明白的。我相信江夫人明白怎么做才是对大家都好。这是100万的支票，您收好。妈妈，你没事吧？是，申请书和100万支票都交了。高兴，我等着你的好消息啊！妈妈，你怎么哭了？是不是他们威胁你了？妈，你到底怎么了？你别怕，咱3天后把江远海送你去，就没有人再敢欺负你了。江女士如果不撤诉，您儿子在放学路上，万一磕着破着，你说您找谁说理去？是不是？默默，咱不告了。不告了？妈怎么能不告了？高阳到底说了什么？妈！撤回刑事控告申请书？不可能！江云海这么欺负你，欺负我，害妈妈残了腿，我们不能撤诉。可是默默，咱们告不赢他的。江云海，他有精神分裂症。哪里有精神分裂？高阳已经给我看过鉴定报告了，法律会判他无罪的。一个精神分裂，只有殴打妻子和亲生儿子的时候才发病，他出去工作的时候就是正常人了。制造伪证、诈骗、寻衅滋事、故意伤害，数罪并罚，够关他江云海一辈子了。妈，我们不能撤诉，告，必须告。妈，默默，要不咱们就算了吧？为什么？江云海不会放过咱们的，只要咱们还告，他就一定会再找机会伤害你。默默，妈怕你受伤，怕守不住你，怕害了你。妈，要不咱们就让这一切成为过去吧，换个城市，重新生活，再也不管过去的一切了。这100万是江云海给我的，我带你去其他地方，用这笔钱给你买个房子，让我们默默这辈子都衣食无忧，好不好？妈，默默，告了，咱们不告了，咱们斗不过他的。可是妈妈，你甘心吗？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可是我想重新开始，我想带上你一起开始真正自由的生活。妈妈，只要把江云海绳之以法，我们就能真正的重新开始，就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我们如果撤诉离开，江云海不会放过我们。
我们就算跑到天涯海角，他们也会纠缠不休，折磨我一辈子。法律是我们唯一结束一切的办法。可是，妈妈，相信法律，法律会保护我们，他不会放过每一个犯下罪行的人。这些东西能成为他送上法律的证据。默默，我们真的可以结束这一切吗？可以的，妈妈。我能在法庭上赢他们一次，就第2次、第3次。妈妈，好，我们告他，我们要让他付出代价。好，我们告他，我们要让他付出代价。妈妈，3天后我亲自送他进监狱。好。调解员先生，我们这起案件是刑事案件，为什么要进行庭前调解？就江云海先生提交的资料，本案为民事调解，若调解成功，2人将签署协议达成和解。民事调解？江云海，你怎么有脸说这是民事案件？夫妻就这么点事儿，不是民事纠纷吗？你说的是，指的是要害死我和我的儿子。什么？江云海先生，我需要提醒你，如果家暴行为真实存在，那么这场调解将立刻终止。那现在就可以立刻终止了。这些伤疤都是江云海对我实施家暴留下的证据。我是江云海的儿子，我身上这些伤也是证据。如果觉得证据不够，还有我这条腿也是被江云海打断的。江云海，这就是家暴造成的伤害吗？我不是。高静和江默默身上的伤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跟我的当事人没有任何关系，都是他们自己的其他行为导致的。作为家庭成员，我能证明我妈妈身上这些伤都是江云海所为。我也能证明，我儿子身上这些伤疤就是江云海造成的。江云海经常在家里对我们母子2人实施暴力侵犯。所以，调解员先生，我认为应该立刻终止这场调解。我们要以故意伤害罪对江云海申请控告。我不同意。调解员先生，我的妻子高静，儿子江默默。因我长期在外工作赚钱，陪伴家人的时间极少，所以他们对我有极度的不满、怨恨，并且我怀疑我的妻子对我有强烈的报复心理，教唆我儿子编造我家暴的事实，并且自导自演了一场闹剧。你有什么证据？
这份转账记录就是证据。我方当事人江先生每月都会向家中转账超过5万元，对家中十分负责，怎么可能会殴打自己的妻子和亲生儿子呢？这在情理中不符合逻辑啊！调解员先生，我们有证人能够证明江云海对我们进行家暴。证人？这些是我们街坊邻居共103人的证词，他们都能证明江云海和我母亲高静已婚20年内，长期对我母亲进行惨无可忍的家暴。这就是事实意义上的家暴。调解员先生，这您就说的不对了。左邻右舍最喜欢的就是以讹传讹。我跟高静性格不合，吵架是难免的，但家暴这个事情绝对是不存在。毕竟结婚20多年，吵架多，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吵架，这些证词里可不止吵架，这些证词都明确点出，看到江云海对我母亲高静多次拳打脚踢，是家暴。烟灰缸砸头，推下楼梯，这不算家暴吗？这些伤，我承认，都是高静逼的。我有精神分裂症，高静刺激我，故意挑衅恐吓我，逼我犯病，所以证词里所有的殴打都是他的责任。这份精神病报告是假的。你有证据吗？如果没有，都算诬告。调解员先生，我和江云海结婚20年，他有没有精神病我最清楚了。就是因为你清楚，所以你才故意引我犯病。高女士，如果你没有证据证明江云海先生没有病，那我们也只能将他无罪释放了。我受不了了，你这个人渣就该牢底坐穿！高阳，说实话。调解员，我举报，这个人渣吃喝嫖赌，家暴孩子、妻子，威胁证人、作假证明，种种事情罄竹难书。街坊邻居都受到过他的威胁，数百人。1个月前，在高静被诬陷杀夫案中，高静被无辜收押监禁，一审被判了20年。在此期间，他利用自己的权势威胁证人，致使高静身足无果。这些事情我都有参与。高阳，你是我的律师，你不应该为我辩护吗？现在不是了，现在我是你故意杀人未遂案的一个证人。调解员，我愿意当江云海故意杀人未遂案的人证。江云海，他有罪。你是不是疯了？你拿了我的律师费，现在反过来捅我刀子。这些钱我可以1分不要，我甚至可以3倍赔偿给你。但是今天，我一定要把你这个人渣送进去。我，这高律师怎么突然向着咱们说话了？我想是他也看不惯江云海的恶行吧，毕竟江云海这样的人渣，他做的弱，随便拿一件出来，是个正常人都忍不了。调解员，我愿意为我所说的每一句证词负法律责任。我保证，我说的句句属实。他对他的妻子高静和儿子江默默的所作所为，十恶不赦。我今天一定要把他送进去，看着他被判无期。高律师，你替我说话，我很感激，但我也不得不怀疑你的动机。毕竟你是江云海1审、2审的辩护律师，当时也是一直在袒护他的罪行。是的，高律师这可以合理解释，否则法院将会着重考虑你证词的可靠性。
高静女士，我为1个月前因的被诬陷杀父案的所作所为感到抱歉。当时我也是收人钱财替人办事，请您理解。你别说了，我理解你，你也不容易。高律师，当时你一通诡辩，害得我妈妈差点被判无期。现在轻描淡写一句没办法，就想盖过去。默默，你想干什么？道歉就要有道歉的样子，最起码拿出你最诚恳的样子。我明白，对不起，高静女士，我为我曾经的所作所为对你造成了伤害，诚恳的道歉。默默，高律师已经给出态度了，他不过是拿了江云海的钱，替人干活的普通人罢了。要不咱们就算了吧。看到了吗，高律师，你曾经那样冤枉我妈妈，替江云海这个人渣开脱，可他仍然体谅理解你的难处，甚至反过来替你开脱。你真的不感觉羞愧吗？我错了，我为我曾经的所作所为感到抱歉。行了，起来吧，我想问你3个问题。你说，当初你在法庭上歪曲事实，冤枉我妈妈这样的好人，为江云海脱罪，你的良心真的不痛吗？当初你不分善恶，只要给的钱多，你就会委托人辩护，这钱你真的挣得痛快吗？最后一个问题，当你看到善恶无常，坏人被无罪释放，好人深渊无门的时候，你真的会为自己的胜利感到骄傲吗？你身为一个律师，守护的到底是公平正义，还是你心里那点可笑的贪念？对不起，真的对不起。默默，你什么时候懂得这些道理了？因为上辈子我就是因为这些才遭报应的。当我看到妈妈从收押室里走出来的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原来被人冤枉是那么令人心痛。哎呀，我的好儿子，我是真没想到，你还是个煽风点火的小天才。你真以为就凭你利用人们的良知和同情心就能把你爹我关进监狱吗？没错，我要把你彻底送进去，还要判你无期。没错，我要把你彻底送进去，我还要判你无期。幼稚啊！大人的世界不是你以为的那么有良心、守纪律。哦，那是什么？你给我看好，你爹就亲自教教你什么是成人世界里的游戏规则。高阳，都是成年人，你怎么想的我知道。只要你说你是一时冲动，是不负责任，你爹把所有的证据都收回来，你的律师费用会追加5000万。高律师，你该不会还真相信他的话吧？高律师动了！臭小子，你爹对付你还是手拿把掐的。高律师，如果你想好了，请继续你的发言。我相信你刚才是真心悔过的。好，调解员，我确认，我举报江云海威胁他人、故意伤害，全部属实。这些是我搜集到的证据。高阳，你是铁了心的要跟我作对啊！一时的忍让，确实会换来暂时的平静，但只会让你这样的恶人更加逍遥法外。我想我的家人、你的家人，甚至整个海城的百姓，都有无宁日。你明摆着跟我作对，知道下场是什么？法不可退。法如果向不法退步，将会像你这样的恶更加得寸进尺。没错，法不可退。不管你江云海多么有钱有势，只要你触犯法律，你就应该接受法律的制裁。高阳，我不管这个臭小子怎么挑唆，我扪心自问，待你不薄，你就这么背叛我？高律师只是选择了他心中的正义，怎么算背叛你？臭小子，你待我不薄，
江云海，你所说的带我，就是我在法庭上昧着良心替你作证的时候，你拿我儿子的前途威胁我母亲。你个没良心的！你不知道高静平时是怎么被江云海虐待的？你咋好意思给江云海那个畜生脱罪呀？不要钱，不要命啊！看看高静身上的伤，和江默默一个8岁的孩子四处为了妈讨公道的样子，你还好意思为他狡辩下去吗？当时我妈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没良心，当时整栋楼的邻居都知道你的恶行，但碍于他的权势，没有一个人出来替高静作证。哦，我想起来了，是那个我当时跟他说的嘴巴闭严了，我没想到，我一转头就挑拨我跟我律师之间的关系，他真该死。江云海，我为你承受骂，替你脱罪，到头来你威胁到我母亲和儿子头上。妈妈，你看，板子不打在自己身上是不知道痛的。只要被冤枉的不是自家人，也是能劝他人善良。默默，那段时间真是辛苦你了。就因为这些，你就要跟我作对？高阳，我本来以为你是个聪明人，没想到你也是个傻子。你觉得就凭这些东西，能定我的罪吗？这什么意思啊？我有精神病的写病广告，有精神分裂的，我做再多更过分的事情，都会被我罪释放。导演，关于这些，我有新的准确。这个 U 盘里有我和江云海一起去挂号看病所有的花样。江云海，他就是个健康的成年人。假的，那是假的！江云海，我是海城顶级的律师，你想通过我的手来逃脱自己的罪名，替你脱罪，痴人说梦。关于江云海杀人未遂案，证据确凿，会向法院禀报，判处无期徒刑。是吧？默默，咱们终于等到了坏人被绳之以法的这天，太好了！妈妈，我早就说过，这个世界正义没资格迟到，我不要迟到的证据，我要善恶有报。